这是一个厕所，打不开。但在厕所里面张贴了一个告示栏，好像有个女孩啊失踪了。嗨，大家好，我是沙生。还记得上一次啊，我们去探寻的那个民国的旧宅的四合院吗？我记得当时啊，在那个中庭里面，它有一个破洞的红门，在那个房间里面有一张清代的古床。那一张床啊，真是让那个老宅可以说是增添了一丝神秘的色彩吧，让我现在都记忆犹新。那今天呢，我们要去探寻的是我偶然间在地图上面发现的一座老宅，而这个老宅啊，它最特别的地方呢，竟然是位于一个小岛的上面，而且周围空荡的区域啊，让这个老宅又格外的显眼。我也不知道这栋建筑是什么，但是从地图上来看呢，它有点像是那种三合院。那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它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啊，就要从这里开始。走了蛮长的时间啊，现在我们总算是来到这个小岛上面了。刚才过来的时候啊，就是经过上面的那座桥呢，就直接可以来到小岛上面，所以不用轮渡，也不需要划船了，就直接可以把车开到小岛上面。你看周围啊是一片片的农田，不过我发现走近了以后呢，这农田啊现在感觉全部已经都干枯了，就像是无人打理一样。而且沿途过来的时候，到处都还有很多的警示牌，像这种。上面写的是，在一定的时间之内，这个村民啊，必须要将自己的农田呢进行清理。如果没有清理的话，就会视为自动放弃。我估计这个小岛上面的村民应该不多了吧？周围的那些建筑啊，上面的屋顶感觉都已经坍塌了。那我们先去找一下那个老宅。这岛上的居民房呢，其实并不多。而且有不少的房屋感觉都是那种破烂的，这里感觉与我们以前看的那些现代城市、现代都市啊，真是有一点格格不入，就像是一座被那种时光所遗忘的孤岛一样。而且这一座岛的面积并不算很大，我在来的时候从地图的测量看了一下，它的两端的直径大概是5公里左右吧，而宽度大概是1公里。比一般小岛的面积呢要大一些，不过为何会在这样的孤零零的小岛上面修建这样的老宅呢？不知道啊。而且关于这个老宅呢，在网上也没有任何关于它的一些相关的资料的介绍，也没有任何的攻略可查，所以也只有我们一会儿找到以后呢，才能知道答案吧。非常的热啊！今天应该有40度了，差不多。你这建筑还蛮大的，有点像是那种教堂的感觉。屋顶全部都坍塌了。没错。哇，我想那个老宅啊，应该就在这里了吧？你看这里还有2只狮子，哇！你看这狮子，不过它的头部啊，现在已经被破坏了，感觉是被敲掉的。应该是在破四旧的时候啊。对面这里还有一只，你看这一只啊，它头的这一面也是同样被破坏了，不过看上去真是非常的霸气啊！你知道那个狮子在过去有什么作用吗？在古代应该是镇宅用的吧？镇宅啊，还有迎祥纳福吧？迎祥纳福，我觉得除了镇宅和迎祥纳福以外呢，应该还有一种象征着权力或者说是地位吧。那说明古代的时候啊，或是过去的时候，这一户人家啊，一定是一个大户人家，或者说是那种
达官贵人。达官贵人有权有势的。但是他进门的这个地方啊，你看他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消失不见了，或说是已经都坍塌了，变成了一片农地。周围旁边这里还有一些废弃的老宅吧，我们去看一下。危房了。就这样的一个房子，但看上去不太像是三合院。走，小心点。哇，这里面的蚊子啊特别的多，而且特别的脏乱。这里面我又发现了一张有点像是这种清代的床，或者是民国时期的。中间这里啊有一个雕花，也是同样向两边对称的。这个床它的这个木材啊有这么厚，而且是实木啊一体式的。在过去不仅是价格不菲，它的做工啊也是特别的精湛，中间已经都空了。在这里我好像还发现了有天地钱，天地通用的，不知道是谁在这里烧过纸钱。你看这边也有天地钱，这里有些长条牌，里面像是那种金色的香烛，难道过去还在这里拜过菩萨吗？你这看上去有点像是那个太师椅还是凉椅？上一次我们去丰门村啊，就没有找到那个太师椅。以前不知道是哪个达官贵人呢，就在这个床上啊，曾经睡过。再过去看一下。这里是一个伙房，厨房啊都已经坍塌了。它这个阶梯啊比较窄，是这样转折上去的。这里面有很多的酒瓶，还有一些碗，非常的凌乱。墙上面有一些海报，任贤齐，他应该最出名的就是他的那一首《心太软》。竹报平安。你地上随处都能看到很多的扑克牌，刚才也看到了那种长条牌，那就说明啊，这一户主人在过去应该是挺喜欢打牌的。所以从年龄来推断的话，像一般玩长条牌的人都是属于那种中老年人了，所以他应该是年龄岁数是比较大的了。那是窗户，已经长满了藤条。对面的那个阶梯啊，与这一面好像是相同的，也是同样从那边可以上去，对称的。你看它上面的这个树啊，都已经长到这个阶梯上面了。好，是啊，你看这个树。哇哦，长了这么大一棵树起来啊 ！Come on！ 哦，上面是一个走廊，也蛮长的。这上面的这些砖瓦，这柜子啊都已经倒下来了。这里有点像是一个宝箱一样的东西，你打开看一下。
哦，是空的。我们在1楼汇合。那个窗，上面同样有雕花，不过这个雕花呀，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那种雕花了，那是画上去的。这显然就不如刚才看到的那个床啊这么古老。哇，你的房间里面是这样的，柜子。镜子还在，连对面的这一排房子啊，同样也是非常的破烂的，但是它上面呢却盖上了这种铁棚，不知道是不是要把它保护起来。房子里面，上面的屋顶都已经没有了。破烂不堪啊！破烂不堪。来，我们从这里走下去。哇，你看这一面，是桌子，老式的床头柜，这应该是蓄水池吧？房间里面是空的，上面有些什么？上面很多都坍塌了。中间，哇，你看那个树根啊，那长了多长时间才会从外面这样长进来？这是一栋2层建筑，在过去就是这种民家吧，不过应该是荒废了很长的时间了。我们再过去看一下。不是洞，是一个杂草林，但是好像有一条路可以穿过去，把身体压低一点。这边是另外的一个民家，同样也都废弃了。那上面那个地方还有葡萄，看，看，哇，这边这么大一个，这里也有，这里有什么？冬瓜吧？嚯，看上去确实挺大的。柜子，看这个民家，进门就是上2楼的阶梯，地上有很多桶靴，有小孩的，还有大人的。这边蓄水池还没有干。
上面那些葡萄，是不是结的还蛮不错的？嘿，有人吗？进来了哟！哇，那是西蒙斯。铁床。你帮我薅一下这里的蜘蛛网，这蜘蛛网很多。嘿，哦，这里面就这样的，全都是些家居，全部都已经霉烂了。上面还有个阶梯。走，这边还有一个房间，这房间不过已经没法进去了。比较结实吧。它在2楼有一个阳台，你这阳台，你看对面那是拉上那个铁棚的那个旧房子，不知道是不是要把它保护起来啊？哇，这边垮塌完了。上面其实就是只有一间房间，下面的这些砖瓦全部掉落下来了。好，哇，长得好好。现在自己的家里面啊，竟然有这么多的葡萄长到了窗户边。平时要吃的话，直接就可以逮下来。你看，这是绿葡萄，看上去是不是还蛮可口的？我来试一下。挺大一颗的还。大谈不上，但是看上去好像还挺诱人的。你看，好不好吃？哇！你看我表情，你就知道非常的难吃了，特别的酸。走，还挺诱人的，你看。这边有些老房子，上面用这种铁皮屋啊，给它架起来了。房子锁上的。嘿，有人吗？有人吗？我看一下。啊，里面是空的。去那边看一下。这有人看到一些曾经的标语，什么毫不利，好像是分毫不利。好，分字啊，不过那个分字现在都已经看不到了，那就是分毫不利，专门利人。这红色的字啊，显得格外的显眼。小心这里，这是浇农田的这粪水吧？有人吗？我们进来参观一下。哇，你看这上面，砖块全部都掉落下来了，注意头顶。看这些柜子，
是一个香包吗？还是一个热水袋？还有小孩的玩具，是个变形金刚还是什么？那是墙壁。VCD。人兽，这少儿不宜啊！这样是一个卧室吧，很多蜘蛛网，帮我弄一下。下面。看，这房间还蛮多的。这就是一张普通的木床吧，这么一个木柜。一走进来以后，就感觉这个房间里面特别的阴冷，有没有感觉到？柜子都掀翻了，看这日历，什么时候的？应该在上面吧。2012年，什么风情万种，妩媚人生，嘿。地上有很多，你看衣服啊、鞋之类的。哇，这边好多蜘蛛网，帮我处理一下。地上，这样是一个伙房，有一些碗。你这个是，你这柜子。就像是被抄家了一样。这是灶台，每个房间啊都已经破洞了。来，帮我处理一下。上面不用管，把头稍微蹲低一点。要不你走前面，帮我对开一下路。我拿着手电筒啊，有点不好操作。那地上的碗，这边还有一个阁楼，不过它的这个阶梯啊，全部都已经断了，应该是霉烂完了。看上面。这边还有一个木桶，浇粪的吧？这房子里面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价值了。好，走。这边还有一间，但是什么都没了。里面放了很多的竹子，一捆一捆的。房子还是很有年代感。这竹子看上去，哇，这品质很不错。走。你看这里还画了一幅画，这唐伯虎吗？嘿，走，这里的房子啊，看着很多，而且周围又有很多的农田，
但是没有任何的人家，连这些玉米地啊，全部都已经干枯了，那晒烂了，没有浇水吧，全部都干枯。有一张床。这房子啊，门都没了，进来就是一张床，一个木床，这边砖头堵住的，上面看上去还是比较的完好。这是另外一扇门。我先进吧。哇，这边又是另外一张木床，而且你看上面，它有架子，它骨架看上去还是比较的完整，而且这个床啊，它也是同样的这个木材啊，看上去还是蛮不错的，也很厚，给人一种挺结实的那种视觉的效果。这边还有一个小孩的鞋，红色的。这样的柜子，中电，这外面应该通到厨房了吧？你在外面，这里有一个洗衣的石台，这边还有一些石构件。哎，你看那个地方，好像有一个寺庙还是什么？过来看一下。对，这看上去真的有点像是寺庙哎。它竟然就在这个荒地之间。旁边是江边，能听到那个船的声音。这户人家也是都坍塌了，你看非常的惨。但是很奇怪的是，竟然这一个寺庙啊，看上去这么的新。你看这个墙壁啊，感觉像是才装修没多久。哇哦，这果然是寺庙哎！你看，但里面没有任何的佛像，没有任何的佛龛，好像都是被清理掉了还是什么？这只是一个房子，上面斗拱，有一些感觉像是以前留下来的，比如说像那个木梁，看上去啊很古旧了，然后后来重新又翻新了的，那这些里面是空的，这门也是锁上的。那对面的那个江边，风景真的很不错。风景是不是还不错？没想到啊，这个寺庙啊，它竟然就在这些废弃的房屋之间。你看这边的房子，这脚都不好下去，周围的这些建筑全部都已经是人去楼空了。但是非常奇怪的是，竟然在这些废弃的建筑的中间这里啊，隐藏这样的一个像寺庙，又或者说是道观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个人觉得，它又不是一个旅游观光景点，而且我们一路过来啊，人烟罕至，那为何要在这里修建这样的建筑呢？说明它肯定有什么来头，你觉得呢？有没有来头不知道哎。但是当时的香火一定很旺盛吧？从哪里看得出来？你看这些大青石一直延伸下去，这些啊，到江边。确实有一些年头了。
那就说明当年的那些香客啊，会不会从那边坐船，然后来到这个小岛以后呢，然后上来到寺庙里面进行祈福呢？有这种可能性啊。你看，那个寺庙上面还有风铃呢。哎，没错，一共有3层，每一个屋檐的最角落这个地方啊，都挂了一个铁制的那种铃铛，而且感觉还是比较的完好。但是从它现在的这个模样来看的话，应该是有一些年头了。那说明这个寺庙是有一点古老。不过在网上并没有任何关于它的一些资料吧，所以我也无从考证了。对，那现在是下午4点钟了，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会儿了，所以得先休息一会儿。然后刚才我发现从地图上面看到的那个三合院其实走近了以后，我才发现并不是三合院，而是刚才我们沿途过来的时候的那些建筑，就是我说是像教堂一样的建筑，规模看上去还蛮大的。我不知道那个里面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会儿那我们一会儿呢再去到那栋建筑里面去探索一下，好吧？先这样，那我们待会儿见，拜。